你个小狼崽子，居然对你爹撒尿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红红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你说干啥？你追着小壮壮砍，你想干什么？可是他……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还不赶紧去弄点高阶肉？你想饿死我们呀？哼！原来大佬都是怕老婆的呀，笑死我了！大佬饶命啊！饶命，行啊。妈的！你个小小的中心岛，居然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！也不撒尿看看你们什么德行！想分食，我看你们就是穷疯了！我们代表的是悬浮岛，是木鱼者，分你们5成古族血肉是木鱼者的意思。怎么想违抗木鱼者？我看你大笨龟是活腻了！木鱼者也不能平白无故要回我们换来的东西啊！我们就是来执行命令的，以后你们每天都得交出180斤古族血肉，1斤都不行。180斤，我们一天一共才200多斤，你们这是明抢！动手！你想清楚了，我们代表的是木鱼者。哼，惹怒了木鱼者，1天内平了你们。他做不了主，还是和我说吧。老大，你可算来了，可把我憋屈死了。大水，什么事？这群虾一大早就把我吵醒，张嘴要分血肉，还要180斤。上次打劫被欺负，现在改明抢了，憋屈，太憋屈了。基本的事情我已经明白了，不就是古族血肉吗？好说，好说。哦，你答应了？是啊，答应了。小事一桩，肯定答应啊。不错，还是你这只螳螂懂事，不像那大笨龟又蠢又冲动。对，我一向很懂事的，很懂事的。对了，你们远道而来，还没吃东西吧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饿了。我们不能离海太远，有什么吃的，快拿出来吧。现捉鲜活大虾，吃不吃？什么意思？让我们海泉虾吃虾？哦，不吃啊，那我吃。死亡笼罩！你疯了！我们可是悬浮岛的。海鲜大餐做好了，来，你也吃点儿。不错，外焦里嫩。给个痛快，补一刀。吃虾不吃尾，这是规矩。
哟，真不吃啊？客气什么？那是我兄弟，你敢这么做，不怕大人过来把你们这破岛踏为平地吗？怕，太可怕了，吓死我了！你看，吓得我刀都冒火了。木鱼者大人会把你撕成碎片，用你的能量核去喂养古族遗骨。啊！现在我问，你答。做梦！我立言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。我的天，玄福岛的立言首领，主上，这是何必呀？快住手！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，得罪了玄福岛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老大，他们好像想让你放了这只红烧大虾。行啊，我最讲道理，你们说放，那就放。以后每天给玄福岛进贡200斤古族血热的差事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和大水那份不能动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凑齐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来人，把这只胆敢威胁主上的大虾拖进海盐坑，好好给他疗伤。我来，我最擅长挑虾线了，保证干干净净。林子里有种香料，最适合涂抹伤口，我这就去取来给他敷上。他都受伤了，那就在底下铺一层柴，放石板，铺一层盐，抹上香料，放虾，再盖一层盐。海洋生物离不开水，我们吞天鼠可以轮流给它补充水分。怕它尝到甜头，还是我们铁衣星蝉来喷洒汁液吧，量大管饱。哼，一群软骨头，有什么手段尽管用。我厉某但凡喊一声疼，就是你们孙子。爷爷，各位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求求你们了，给我个痛快的，别这么折磨我了。螳螂，螳螂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哦，回心转意了，你不是之前很硬气吗？我也没想到你们魔法火烤不死，完了还给加水续命啊！玄福岛之外太险恶了吧？弱肉强食，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可弱肉慢炖我真是第一次见啊！问吧，问什么我说什么，只求你给个痛快的，别让我这么遭罪了。烫头了。好了，咱们进入正题，还疼吗？老大，您说呢？别废话了，您快问吧。行，第一个问题，木鱼者是否已经突破终极形态？没有，终极形态哪里那么容易突破？现在木鱼者大人只差最后一步。果然。第二个问题，古族遗骨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就是一节庞大的骨兽巨骨，我见过几次，那骨头是乳白色的，大概30米长，中间是空的。它会自动吸收周围的能量残体，吸收了能量，表面就会长势出新的无血能量肉，那便是用来交易的古族血肉。如果长出来的能量肉去割下，最终会变成什么样？这个我听巨鳌蟹说，肉长丰满了会长出无毛的皮肤，皮肤上有一圈圈像树轮一样的纹路，末端还会长出一种像爪子但是又扁扁的东西，一旦成型就会带有威能。木鱼者很害怕，就赶紧把肉剥离了。除了木鱼者，玄福岛还有什么厉害点的角色？最起码
终极实力。2只，不算木鱼者大人的话是2只。2王巨鳌蟹，那对巨鳌不比你弱。哎，老大，你不给我一刀再走吗？什么一刀？我的小兄弟们累死累活就想吸收点能量，这点小要求我还能拒绝？大哥们，火烧旺点吧，我死得快，别淹了，刚才不是淹过了吗？口渴了吧？来，哥哥给你加点灵液。小知了，你还放水？死亡笼罩！认得大水吗？水哥，你认得我水哥？水哥现在在哪里？我正想去找他。哦，你水哥刚把一只叫花花的肚子弄成啤酒肚，他还说很想你，快去见他吧。不可能，你休想骗我！水哥说过他最爱的就是我，他怎么可能？花花，我和花花从小一起长大，难怪几天前见到花花，他居然说自己要去产卵！渣龟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结果……别激动，万一这里面有误会呢？我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花花肚子里的孩子其实是我的呢？你很讲义气，但大水的事情你扛不下来。你是螳螂，我是龟。哦，唉，可惜了，我还是算漏了这一点。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不用问了，不用问了。我和大水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我们是过命的交情。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大水就在中心岛的，就算你杀死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面对死亡，梁某从不害怕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哼！果然够义气，可惜智商低了点儿。虫族嘛，正常。好的，我不问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大水这个渣龟，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兄弟。大水啊大水，你不是整天抱怨无聊吗？还想着让快鱼群给你寻没周围的雌龟，现在你不用找了，好大哥我亲自给你送过去一只。不用谢，好兄弟嘛，当然要为兄弟两肋插刀俎。3天了，已经3天了，丽妍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从这里到中心岛，以海泉虾的速度，1天就能打来回，这太不正常了。难不成真的出了意外，被那只螳螂和巨龟动手了？不可能，30只终极海泉虾，就算打不过，逃跑总没问题吧？难道他们有什么手段能瞬杀？丽妍等一众海泉虾擅离悬浮岛，海鹰，你可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回大王，3日前，丽妍感觉中心岛的交易数量不太正常，可能是前往中心岛查看情况了。按说现在应该回来了，可是……
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大王，我……中心岛现在是之前打劫的那只螳螂和巨龟在掌控，你们不过是想借着名义顺手捞点好处罢了。我已经收到消息，厉言他们已经全都死了，死于那只螳螂的刀下。大王，厉言可是咱们的护卫，代表的是我们玄福岛的脸面。那螳螂敢对他们动手，分明就是没将我们玄福岛放在眼里。我们若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玄福岛的威信何在呀？你只需要做好分内之事便好，此外的所有事情都不需要你操心。另外，别再妄想侵吞交易后的古族血肉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螳螂加上那只终极实力的巨龟，综合实力已经仅次于我全福岛，中初就能力斩三色水龙，第二天便达到了中中，10天达到中高，这种晋级和成长的速度简直恐怖。半年内他达到中级，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此蜡若继续留着，终有一日会成为我玄福岛的大患。我不能离开玄福岛，否则古族一孤难保。2王和3王联手外出，胜率也不会高。除非将那只螳螂引过来，只要他敢靠近玄福岛，我便以绝对实力瞬杀对方，如此才能彻底消除隐患。回来了，美亚都和我说了。回来了。老大，你太够意思了，为了兄弟，居然想把所有事儿都自己扛下来。我大水活了上千年，就没见过你这么讲义气的兄弟，我服了。都是兄弟，那个我也没算计周全，忘了咱们种族不同，不然这事儿我100%替你扛了。啥也别说了，兄弟都在心里。不过说来也怪，美亚他是怎么知道花花那件事的？肯定是快鱼群啊！那种鱼不光游得快，嘴更快。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嘴碎的家伙。有道理，我也恨。回头我就去找快鱼王算账，他奶奶的，差点害我断子绝孙。我先去看看我的收获。丁，获得能量值加49.3亿点，获得神性点加16.03点。不错，照这个速度，1个月就能到中级。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玄福岛木鱼者大王庆祝800岁诞辰，邀请所有种族首领参加。只要去了，每一个首领都能白拿100斤古族能量肉。啥玩意儿？还有这种好事儿？白拿100斤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忠心之主，这种好事您不会要抽成吧？当然不会，你把我想成哪种螳螂了？另外，木鱼者大王感念忠心之主的功劳，特地以10000斤能量肉诚邀您前往。10000斤，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出什么法？咱俩不去。啊？为什么，老大？10000斤能量肉啊！你怕木鱼者赖账？信誉，这海里要都讲信誉，早就天下太平了。哼，我不去，但不代表这能量肉咱们不拿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只要是首领，不管大小强弱，只要去了就有肉拿？对呀，玄福岛的使者就是这么说的。行，是首领就行。你，对，就是你。你头上有金毛，明显是变异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单开一个金毛海鸟族，你就是首领了。
还有你，缺手的那个，以后你就是独臂螃蟹族的首领。大头，你还不赶紧准备准备，去领你那100斤能量肉。那个吞地鼠，还有你，独腿的美鹤，长得漂亮就能单开一组。你，还有你。记住，你们是我中心岛的首领，都是要有凭证的。今晚之前，都给我用石头雕个牌子出来，证明身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作为新首领，一定要带领你们各自的种族走向繁荣。给，必须给！好一个螳螂，竟然用我的信誉来将我的军搞出100多个新首领来占便宜，还煞有介事的做了身份牌，危险绝对不沾，便宜一点不剩。你这种家伙留不得！王，您的意思是不给？我的信誉何在？这是海洋。消息是封锁不住的，为了这点能量肉损失了悬浮岛的交易量，得不偿失。我现在正需要大量的能量肉，不能出差错。可是，就这么便宜了那只螳螂？我说过了，给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不对付100斤能量肉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金毛海鸟族首领，这是我的身份牌。你小声点儿，怕什么？咱们有理有据，木鱼者不最守信了？木鱼者不至于失信了吧？谁会在意咱们这点能量肉呢？木鱼者有令，每个首领领取100斤。哈哈，真有！木鱼者果然诚信，太诚信了，太讲究了。真给了，每个都领到了100斤，给得非常痛快。太痛快了，不愧是木鱼者，家大业大，根本不在乎这点儿。给了就好，来，你们的能量肉上交60%吧。啊？老大之前不是说过此次不收取吗？老大是说过，但关我大水什么事儿？我辛辛苦苦守护岛屿，搞得一身伤痕，我容易吗我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身上的伤是被一只雌龟……什么雌龟？那是凶神恶煞的雌龟，我非常艰辛才将其击退。还有，这事儿是老大筹划的，没他你们有胆子去吗？我最是爱憎分明，知恩图报的我支持，忘恩负义的赶尽杀绝。给。不就是60%吗？我们还能剩不少。我也给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要你们的大水，是不是你强征暴揽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大，这些都是首领们主动献出来的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他们。我信。既然是好兄弟们的一片心意，那就不问了。哎。这些可都是好兄弟们的心意，梁某记下了。现在好处也拿了，我宣布，你们这些首领的身份作废，全都归队。以后好好跟着你们真正的首领搞能量肉，都走吧。嘿，老大，我演的怎么样？咱们将这一波能量肉分掉。老大讲究。丁，获得能量值加173.681点，获得神性点加61点。不错，照这个速度，很快就能到中超。爽啊，真是爽透了！跟着老大，我大水也有吃饱骨足血肉的一天。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对了，你吃了这么多，感觉怎么样？离那半步通神的门槛还有多远？不知道。我对神性的领悟还是太少了，感觉还远着呢。不急，慢慢来。等有一天，你老大我带你直接杀进悬浮岛，把那什么古族遗骨抢过来，到时候你想吃多少就有多少。老大，你真要搞那个木鱼者？那可是半步通神，咱们有胜算吗？胜算？现在对上他不是没有，但没有80%把握，我绝对不会出手。80%？他这次这么痛快的给血肉，就是个圈套，想引我过去送死。他真正怕的是我的进阶速度。
我懂了，他怕你升级太快，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在他眼里，咱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有机会，他肯定要往死里压制我们。估计很快就会有新动作了。他会不会像上次一样，直接把咱们的交易数量减半？很有可能。老大，你看，快看天上！看什么？那9颗星，那9颗星的弧度像一把弯刀，先刀后直，9星连珠。老大，是9星连珠，我们古老的传说要实现了。什么传说？9星连珠之日，诸神降临，天门开启。天门一开，咱们都能步入神位。哼，传说你也信？当然信，这是我们巨龟族代代相传的，绝对是真的。成神？你成什么神？龟神吗？抬手就能变出无数雌龟的那种？如果这个世界真有神，那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养殖场。所谓的天门开启，就是等我们这些牲口长肥了，开门进来宰杀吃肉。传说要是真的，我们和海里那些肥鱼没有任何区别。妈的，欺人太甚！妈的，昨天还大气得很，今天就把咱们的兑换血肉减了大半，辣货，真的辣货！就是木鱼者太不是东西了，他就是看我们赚多了，眼红了。何止是大半，直接少了2/3。以前能换300斤的，现在只能换100斤，这还怎么进阶？老大，你可来了！悬浮岛那边变卦了，以后能量盒兑换的血肉只有之前的3乘3了。什么？妈的，太过分了！仗着他有古族血刃，就这么压榨我们？老大，咱们必须去找他好好理论理论。咱们中心岛的交易量可是占了悬浮岛60%。对，找他理论去，不能让他这么欺负咱们。理论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他故意压低价格，就是想激我们过去。我们一旦靠近，就等于进了他的陷阱，正好出手把我这个麻烦给清理掉。你们是想让我去送死吗？那难道就没办法了吗？要不咱们干脆不和悬浮楼交易了，联合起来把它亮起来，看谁熬得过谁。嗷！对，这个主意好，我们占了60%的交易量，我们不换了，他肯定急。晾着他，他敢这么做，就是算准了我们熬不住，我们断了交易，一丁点血肉都拿不到，进阶彻底停实。唉，他呢，还有其他种族可以交易，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到底怎么办？老大，咱们真的要吃这个哑巴亏吗？吃亏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吃亏这2个字。他木鱼者不是会玩垄断吗？行，他垄断古族血肉来制裁我，那我就直接垄断能量盒，从根上卡死他。想要破局还不简单，咱们重操旧业。什么？重操旧业？老大，怎么个重操旧业啊？难道打劫？没错。打劫这活儿没啥技术含量啊，好像对木鱼者也没什么影响。他知道了，照样少给咱们古族血肉。那是之前实力不够，能去的地方也有限。现在嘛，现在咱们统治了中心岛这群小废物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知道我从来都是这么耿直的。现在咱们占据了60%的交易量，剩下的40%，我们可以让快鱼王再次组成情报网，然后利用我超强的速度，狠狠地抢他们，抢光他们，让木鱼者一个能量盒都收不到。这样一来，不敢说10%能量盒全被咱们占据，但8、9成还是有可能的。可，咱们拿着这么多能量盒有什么用啊？最后还不是被木鱼者压榨？笨啊！不交易，熬他。就像我遇到搞不定的雌龟，就是用这招。不喜欢我，没事儿，任何雄性不得靠近，熬你3、5年，就不信你憋得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以后你们采集的能量核全都交到中心岛上来，任何族群不可再前往悬浮岛交易。让我们一起来拿捏木鱼者。以后的收益不翻倍，所有血肉我一点不要。我听中心之主的，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干了，跟他耗到底！老大，咱们想要全方位的拦截交易的种族，但咱们好像没有那么多可以支配的打工巨蟹来收尾啊。主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小鼠，你看上去就是那么精明能干。老大，慢点啊，我们受不了。没事，慢慢就习惯了。首领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好快的速度！辞海是我开，算了，留下能量核，然后滚球。放肆！我们魔鬼霸王鱼从来都是抢别的种族，今日我们，死亡笼罩！记住，这段时间都不要前往悬浮岛交易，否则下次就是屠杀。怎么样了？木鱼大王，海域有螳螂和巨龟打劫，大部分前来交易的种族都被他们洗劫一空。够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是要断我的能量火，反过来制裁我。难道要我向那只螳螂低头？不行，一旦我低头，那只螳螂必定会狮子大开口。他能想出这种反制裁的毒计。我的一番谋划，非但没限制住他，反而可能让他进阶得更快。不过，螳螂和巨龟分开了，这就是机会，逐一击破的机会。吸血巨蚊出来！巨鳌蟹王，你也过来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。终于可以喘几口气了。这天差点没把我们哥几个累死。中心之主啊，我们这么卖力，是不是该给点奖励？没问题，等解决了木鱼者，想要什么奖励就有什么奖励。我不要别的，我就要我们首领那个小妾，那身段，那模样，我太想得到它了。没问题，到时候额外再赏你一只。没出息，这么好的机会就知道传宗接代。中心之主，我不想传宗接代，我想试试雌性山地火鸡。木鱼者坐不住了，终于派他的左膀右臂来送死了。哼，也好，先斩了你们，看他还怎么折腾。螳螂，死吧！呵呵，真理藏针。主上，小心下面！巨鳌蟹王玩偷袭，你们找错对象了。
太慢了。哼，什么巨三大王，一刀就废了，甚至我都没发力。这怎么可能？2个终极偷袭，你瞬间就秒了一个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不过没关系，在海里我就是王。来来来，有种下来，与你爷爷大战300回合。你在海里的敌人是我，你飞那么高干什么？知道在海里打不过我，要跑吗？这是从天而降的刀法！怎么回事？按刚才那速度，攻击应该已经到了。那是我的屁股！啊！攻击弱点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来和我硬碰硬，试试我的鳌族厉害，还是你的双连厉害？哼，我是螳螂，在海里跟你这螃蟹拼钳子，我得多傻！Baby， 嗷，疼！你刚才说什么？硬碰硬？行啊，梁某从来不惧。我全身的时候你偷袭，现在我要碎了，你又要硬碰硬了。废话真多。去你妈！你也不怎么精打呀。2大王就这么没了，3大王被1刀废掉，2大王被3刀砍死，这螳螂的实力，这他妈和木鱼者大人有什么区别？我们还过来帮忙！好啊！蚊子兄，忙着吸星球的血呢。怎么，拔不出来了？来，我热心肠，帮你一把。不用，我这样挺好的，真的。那可不行，要不是你2哥被我劈成2半，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。螳螂，你给我个痛快吧！你来杀我，我当然要让你好好痛快痛快。腿挺长啊，我最恨大长腿了。来，给你修修。来，把这只蚊子的能量核也给我取出来。老大，这蚊子没死呢，怎么取啊？不如你先把它展开。废话，如果展开，我还需要你们来取吗？我要新鲜的，
你们爬进去取。还是老大会玩，刺激！不是，你们来真的呀？螳螂，你过分啦！问你几个问题，回答得好，我就给你个痛快；回答不好，你懂的。我懂个球！问，我不回答你就让他们钻我。很好。第一个问题，木鱼者的实力比我如何？准备钻进去。大蚊子啊，你可是铁骨铮铮的汉子，悬浮岛上没有怂货。老大的问题，你可千万不要回答。别，我总要想一想的。木鱼者大人是半步通神，强悍无敌，可你的实力又不能用常理揣测，真的不好说。如果硬要我分一个理论上的胜负，那5-5开吧。5-5开？哼，就为了5成臭算？你觉得我就会疯了心跑去悬浮岛？5成已经很高了，你想想，赢了就是悬浮岛和古族遗骨，这可是天大的诱惑。我垄断了能量核，在这儿坐地起价不香吗？不到9成把握，我绝对不去。老大说的对，5成也太瞧不起人了。别走，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，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。说。木鱼者距离通神只有1线之隔，最多1年，他必然突破。你现在去还有5成机会。你倒是挺为我着想的，可你是他的手下，这么卖力的怂恿我去悬浮岛，不老实啊！小的们，钻！好嘞，老大，大蚊子，我来啦！不是，我都说了，你怎么不讲信用？我很讲信用，但你耍我就是另一回事了。真把我当白痴，想引我去悬浮岛送死？误会是误会啊！我说实话，来之前木鱼者下过命令，要是杀不了你，就把你引去悬浮岛，他要在那里解决你。痒，疼，别咬了！求你给我个痛快吧！大王，2大王和3大王被那只螳螂瞬杀了。瞬杀？他们联手被瞬杀了？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2大王却被劈成2半，惨不忍睹。那只螳螂追过来了吗？没有，他还留在原地没动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木鱼大王，这只螳螂比我想的要机警，引诱他来的计划失败了。我若先一步通神，吸收了这具古族遗骨，他必死。但现在我需要时间，所以我决定暂时妥协。妥协？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悬浮岛的2大王。谢大王！每日你可以享用100斤古族血肉。谢大王厚爱。你速度快，由你去向那只螳螂传递我的命令，告诉他从今以后交易正常进行。我去，大王，那螳螂刚杀了2大王和3大王，大王让海泉下去吧，他们速度也不慢。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没有，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成哥，木鱼大王有新命令，以后照常交易，之前克扣的会全部补给你。你不是之前那只想要古族血肉的黑头海鹰吗？不是我，那是我哥，我是他弟，不，他是我弟。什么哥啊弟的都一样，死！千里送能量盒，礼轻情意重啊！去告诉大水他们，中心岛集合。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跟木鱼者对上，这回是凶多吉少啊！我相信老大，他肯定有办法的。哼，那可是木鱼者这片海的最强存在，我看悬。
不过嘛，失败了也无所谓，换个老大而已，又不是没换过。有道理，反正谁强就跟谁混。快看，是老大，老大回来了！老大，如何了？木鱼者已经妥协了。什么？真的妥协了？太好了，我们积攒的能量核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对，我岛上的能量核都堆成山了，这次还不得吃饱喝足？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去换？具体的还没谈，你去替我谈判。谈判，我不行啊！你不行，上次吃盐焗大虾的时候，我看你挺行的，怕什么？到了那儿就直接说，你代表我。那行吧，恢复正常交易应该没问题。哼，正常交易，我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正常交易，把你那变态的劲儿换给我拿出来点儿。说，你千辛万苦才卡住能量他的脖子，你得给我多少骨足血肉？之前能换10斤，后来被制裁，就只给3斤多了。20斤，你的底线就是一枚极品能量核换20斤骨足血肉，这是底线。当然，我也不会你白跑一趟，在20斤的基础上，你每多要来1斤，多出来的部分你有2%的提成，100斤你私人拿2斤，听明白了吗？妈的！我要变强，我要吃成胖子！木鱼者，你等着我海鸟大开口吧！老大，他要是不愿意去，我去，保证不让您失望。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你个独腿鸡，什么意思？想抢功？我是高贵的鹤，你敢用鸡来贬低我？这趟我抢定了。我们鸡怎么就成贬义词了？来，你给我说清楚。飞地火鸡、独角鹤还有川狮海鸟，你们3个一起去，额外奖励你们平分。速去。2位，这次的额外收益咱们平分，可不是小数目，得好好谋划谋划。对，不过在此之前，独角鹤，咱们得先把之前你贬低我的事说清楚。我们鸡怎么就低你们一等了？啊，其实，在夕阳下这么一看你，我只想告诉你，鸡，你太美。3位还没有用餐吧？请先用餐，然后咱们再谈。你们就拿这个考验我们代表团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木鱼者已经等着了，几位随我前往吧。就派了你们3个瑟瑟发抖的小东西过来。限制能量核和骨足血肉，并不能让我们更加强大，所以我打算放开交易。你们能否全权代表老大？可以。来之前老大已经说了，我们的话就代表他的姿态。好，既然能全权代表，那咱们就好好谈谈。此次开放交易，一切都按之前的规矩来，你们不会不答应吧？哼，那不行。太少了！我们中心岛费了这么大劲儿，就是为了恢复以前的交易，那我们不是白折腾了？之前1枚极品能量核换10斤，现在要换20，不，50斤！飞地火鸡，你太过分了！1枚极品能量核换50斤，你怎么开得了这个口？50斤简直是瞧不起您！要我说，就得80斤！哼，80斤？你们疯了！悬浮岛这么富有，怎么能只要80斤？木鱼者，我们老大的意思是绝对不能瞧不起您。我说个数，绝对瞧得起您200斤。200斤？你们是疯了吗？1枚极品能量核都产不出那么多肉，我还要倒贴给你们，最多15斤，这是我的极限，再多这事儿就没得谈了。哼，再见。不是，你们真走啊？木鱼大王要下黑手就来吧，老弟会善待我们子孙的。
并且会永远停止能量核的交易。我们死了，你的骨族遗骨早晚化成灰，能有骨族遗骨陪葬，不亏。别磨叽了，动手！敢来谈判，我们就没想活着回去。哪里话，谈判是谈判，怎么能动手？我是看你们要走，情急之下才拦的。没什么好谈的了，10几斤，你打发海泉虾还行。我招谁惹谁了？20斤，这真是我的极限了。极品能量核能转换的肉也是有限的。你制裁我们那么久，就给这么点儿，100斤不能少。产量根本到不了100斤，我拿什么给你们？21斤。天都亮了，就30斤吧。好吧。搞定了，老大，我们搞定了。按照1枚极品能量核正换30斤的标准。30斤，干得不错，超出了我的预料。我梁某向来赏罚分明，你们干得漂亮。从今以后，你们每天都有10斤骨族纯净肉块的固定奖励。加上我们自己的分量，一天能有20斤了。这么吃下去，成为终极大佬不再是梦了。老大，我回来了，成了，直接翻了3倍。以后每天都能有300-500斤骨族血肉入账，哈哈，发了！还是你厉害呀，老大！略施小计，就让那个木鱼者老老实实把肉吐出来了。接下来怎么整？咱们是不是该直接杀向悬浮岛，让那只大章鱼好好尝尝咱们的厉害？你想去就去吧，我可没有多大的把握。嘿嘿，你不去，我去了不就是给大章鱼添菜吗？话说，你现在到底有几成把握？55开。55开？你说这叫没多大把握？那得多少才算有把握？最少9成。老大，你真是稳如老龟。你骂我？没有啊，在我们巨龟族，稳如老龟是最高的赞美，形容特别稳重，真的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晋级，种族噬田王虫中超，天赋绝对吞噬，神性之躯王虫领域。极限超速，灾厄之毒。中超，每天躺着拿几百点神性和100亿经验，这日子是真舒服，就是有点无聊。终于爬上来了！我将会成为爬上火山的第一松刺虫。靠！这就是老大来的地方，怎么这么呛？哼，大壮，这里光秃秃的，哪有什么资源？你确定老大真的来过这里？那当然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出来冒险、快意恩仇的刺激才是咱们的追求，总比在草原上天天带孩子强吧？要不是你非要来找老大，我们还在崇明草原好吃好喝呢。现在倒好，孩子都扔给长老们带了。
好了，别吵了，是我同意你们来的。大壮，当初你追我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这么有主意。女王您就别提了，那不是您心里只有老大吗？我现在跟红英才是寻欢取爱，正规配偶。少贫嘴，快找找有没有老大的线索。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才开启传送阵，可不是来这儿闻硫磺味的。哼，快找！哼，没想到我混天大魔王一招虚空传渡过后，便有虫子主动送上门来。来，那只虫子，你不要动，等着我混天。哎，有病吧？混天大魔王，我特妈还是捅天大窟窿呢，一看就不好惹。吃海肥鱼不香吗？吹什么牛逼，吓唬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都看到了吧？我大壮一言便喝退怪虫。壮，你好厉害！走吧，出去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。玩呢？周围全是大海，这怎么搞啊？怎么找老大？先下去熟悉地形。怎么办？好饿啊！2天时间一点东西都没吃，我快熬不住了。那些虫子全都是高级形态，唉。嘿嘿嘿，饿那还不好解决？谁说要捕捉了？这可是天生的打工虫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明白多累，你们看我怎么就行了。你疯了！那些可都是高级形态的虫子啊！不要命了！什么鬼东西？你别过来啊！看呐，大口气，一口下去不得青一块紫一串。告诉你，再敢靠近，咱似的早哪儿，我可就溜了。在海里它们是松刺虫，在地面上这就是一群嘴炮虫。下来，帮我拖海鱼。喂，你再敢靠近我们的猎物，我们可就发火了哦！大胆，敢虫口夺食，你们简直就是在找死！有种的，等我再去捉一条，吃饱之后看我不给你们挠痒痒！老大，太狠了吧！挠痒痒可是世界上最狠的酷刑，太残暴了，太残忍了！哼哼，对待入侵者必须要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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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弱点也太离谱了！爽啊！这个海域的资源这么丰富，足够让咱们实力快速增长一大截了。真没想到这种鱼都会有能量核，这里绝对是晋级的宝地。那是，以后等咱们螳螂族过来了，这里就是发展壮大的基地。那些松刺虫说，他们也不过是1年前才占据的这个海岛，从未见过螳螂。这说明老大他早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他肯定早已经去了资源更好的地方。你们说他会在哪里呢？能量积蓄完毕，是否升级？是，开挂就是不一样。别人升个中级形态的小级别都要几十年上百年，我这1个多月就从初级干到顶级了。让我看看，这次又强了多少？血肉值变成神性值了。这么说，以后刷的经验都是这个。好啊，这么看，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半步通神，只要神性值满了，就能直接通神。1天100点神性，累积到1万，还得80天。唉，80天就80天吧，熬着呗。反正经验刷的够多，就是无聊了点。老大，我回来了！我发现个大事儿。说，我念旧回咱们以前那个海岛看了看，你猜我看见啥了？3只螳螂。螳螂？对，活的，
我上去友好的问了问，他们说是来找你的。大壮、红鹰和女王，看来他们还是开启了法阵。老大，那咋办啊？他们还在那岛上呢。你去找大水，让他去接一下。你给大水引路。好嘞。不过老大，这一路上来来回回的风大浪急，还是颇为颠簸的。我和大水这不都是为你办事儿吗？行了，撅屁股就知道你要放什么火。带着500斤古族纯净块，你们路上吃。老大霸气，我这就去找大水。老大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悬浮岛突然不再交易了。哼，又不交易了？那个木鱼者又想整什么幺蛾子？难道说是他的古族血肉吸够了，要突破到通神了？不对呀，这个世界的物种晋级都要沉睡，形态越高级，沉睡时间越长。他要突破通神，最少得睡个2-3年，他敢吗？除非他能扛过沉睡期。章鱼有一个主脑和8个副脑，独特的构造，说不定真能让他在进阶的时候保持清醒。哼，不能再猜了，我得亲自去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有消息吗？西南方向300里外的海底，有一伙被赶出来的海泉虾。很好。大哥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木鱼者什么都没说，就把我们全都赶出悬浮岛了。不过我们通过种种迹象猜测，木鱼者可能是要突破了。对，老大，你去找巨鳌蟹呀，他们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哼，找巨鳌蟹是肯定要去的，但是放过你们，那我不是白跑了一趟？狼不走空，经验必刷。我全说，您别动手，木鱼者的确是要突破了。我全都说，3日前木鱼大王就不再进食了，而且看上去非常不自然，就好像有一半身子瘫了似的。今天上午，木鱼者突然下了命令，让我们全部离开悬浮岛，还说3年内不准靠近。后面的你也知道了，悬浮岛不交易了，那条水路通道也关了。我们知道的就这么多了，真的要突破了，还是故意设计让我上钩？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哼，想让我以为他虚弱，然后去偷袭他。可我总不能真等他3年，等他突破完了再出来找我麻烦吧？古族血肉没了，神性点也没得刷了。看来不管是不是陷阱，这趟都必须去看看了。能说的我们都说了，求求您！什么阴谋诡计，也别想阻挡我刷经验的脚步！哼哼。终于上当了！早就猜到是你的阴谋了，以前是实力差点，跟你玩玩心眼儿。哼，现在嘛，我倒要让这片海域都知道，我梁城也很刚。
8个天赋，还有1个神力，这就是半步通神感悟出的能力，变态呀！不对，元素也算天赋，那我岂不是有6个天赋，再加3个技能，9条，好像旗鼓相当啊！活了1300年，还打破了基因锁，东部海洋，这世界到底有多大？这么厉害，还只是个普通海洋生物。哈哈哈哈！你可太难骗了。不过还是我技高一筹，终于将你骗到了岛上。这次我看你怎么逃，看你还有什么阴谋诡计。为什么要逃？终极形态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重开交易？还不到1个月，他怎么就终极了？我天天拿古族血液当饭吃，都花了几百年才有今天。我以为他最多就是终极超。原来你不是被我骗来的，你是主动来找我决战的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是我进阶通神唯一的威胁。今天你必须死！既然不逃，那便死吧，火焰！哈哈哈！你看我这火焰如何？糟糕，被挤压得这么紧，虚空之力没办法覆盖全身，瞬移用不出来了。不得不说，你这老东西还真有点本事。任你如何强大，进阶如何快速，今日你也必死！来到这个世界3年多时间，从刚开始的初阶，到今日的终极形态巅峰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。螳螂，能让我8条腕族共同出击而不死，你的确了得。不过，我看你能躲几次？躲？为什么要躲？刚才只是热身，这才是我的真正实力。小章鱼，迎接虚空之主的降临吧！死神笼罩！这是什么气息？只有5分钟，必须抓紧！虚空之境，压制！我的身体怎么变得这么迟缓了？明明那只螳螂还在半空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是虚影，它的速度太快，虚影久久不散。爆！这是他的神力，
分裂，这是半步通神之后的保命神力。好狡诈，想钻进尸体里躲避我的无差别攻击，想跑？妈的，仅仅是一个小碎石，故意丢下来吸引我注意力，借机逃跑。这老东西逃命的本事简直无敌了！茫茫大海，去哪找一只会拟貌的小章鱼？原来如此，那小章鱼是吸收能量核才分裂出来的。你们说，不知道这次谁能赢啊？哼，必定是中心之主啊！这成长速度和战斗力你们没见过吗？中出的时候就能刀着三色水蛇，现在终极实力对付木鱼者应该是没啥问题的。那可不一样，中出和终极虽然都是终极形态，但是木鱼者却是到了最终突破的边缘，没准还懂得什么通神的能力。如果真的感悟到了什么神通的话，那就完全不在一个量级，好吧？都别吵了！这段时间咱们的古族血肉数量可是急速飙升，中心主给咱们的好处可是不少。一旦木鱼者获胜，咱们这群就只有被狠狠盘剥的结果。所以咱们最好还是祈祷主子能赢。从今天起，悬浮岛归我了。所有交易恢复正常。川石海鸟飞地火鸡，你们几个以后就是悬浮岛的班底。新的中心岛首领我会重新任命，交易比例也要重新调整。膜拜虚空之主，膜拜虚空之主。都进来吧。这就是那只大章鱼，都成肉块了。活着的时候叫木鱼者，死了可不就是只大章鱼吗？还是咱们的虚空之主厉害，对付这种货色，手到擒来。那是自然。这大奸贼终于死了，我们苦这章鱼久矣。我要踩几脚泄恨。木鱼者剥削你们太久，现在是报仇的时候，这些肉随便吃。虚空之主英明！都进来看吧，吃了100多年的血肉，今天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这古族精骸，真是神奇啊！是啊，吃了这么久，谁能想到古族血肉是这种骨头长出来的？这不会是神的骨头吧？以后交易量照旧，秩序由你们来维持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白忙活。你们每个首领每天可以分到50斤古族精肉。每天50斤，我们成嫡系了！天哪，这不出10年，我们个个都能成终极大王！虚空之主威武！去吧，分一下工，准备开启交易。那主上，咱们按照什么比例来交易呀？我梁城心怀正义，深知各族不易，不忍心盘剥，当然是按照之前的比例。哪个之前？当然是我4，他们1的那个之前。能量盒产出40多斤肉，我总不能全要了，分他们10斤，大家都不容易嘛。虚空之主大气，心怀天下。喂，你居然怕水？我跟你说，在海上混，要是连水都怕，你还怎么活？在海边的时候还好，谁知道到了这巨龟背上，被海水一包围，我就怕得要命。胆小鬼，老大怎么会有你这种兄弟？壮，没事的，不就是水吗？我们每天都喝的，这里就是多了点而已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我老大，无敌了！占了悬浮岛，那以后古族精肉岂不是随便咱们吃喝？坐稳了！
哇，这么大的岛居然能飘在天上，好漂亮啊！别看了，还是快点去建良城吧。水哥，你来了。咦，这几位这些小螳螂是干什么的？这是老大的同族好友，带我们去找老大。小章鱼，你逃是逃了，能继承木鱼者几分实力？8成还是9成？就算你找地方突破，也得3年。3年，哼，1个月后我就能通神。你最好给我回来，我正愁通神之后的神性点没地方刷着呢。老大，老大，我来了，快些出来！咦，大壮呢？老大，脚，你的脚，你想踩死我啊！这都分开1年多了，你居然还没到高级形态，有点慢啊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变态，能无限吃能量环吗？我这速度都算够快的了，一般的螳螂连我1半的速度都没有。这倒是，女王，你也来了。啊，是啊，崇明草原那边太单调了，我想要更高的形态，所以推掉了女王位。你以后还是叫我的名字吧，我叫飞檐，也可以叫我的乳名小粉。那你还一直让我们叫你女王？我发现了，一见到老大，你那女王份儿就直接没了。也好，以后你们就在悬浮岛安顿下来，可以食用这里的古族血肉。古族血肉？什么东西？一种能够提供大量可吸收能量的精肉，吃了它，你们可以快速增长实力。另外，大水，这段时间你们先委屈点，一天吃个300-500斤就算了，等到1个多月之后，再让你们顿顿吃饱。不委屈，一点都不委屈，一天300-500斤。哈哈哈哈！咱们占据了悬浮岛，掌控了中心岛，基本资源不缺。大头，老大，我在。你脑子活，去带头想点主意，对外宣传一下古族精肉的好处，想办法再拉个1-2成的种族过来交易。我要交易的数量越多越好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大，我有个主意。你还是先好好的吃肉，尽快提升一下实力吧。再这么弱小，都容易丢我的脸。哦。吸收古族精肉，神性点+1。吸收古族精肉，神性点+1。收录古族精肉，神性点+1。那只螳螂竟然有瞬间提升战力的绝招，若不是我半步通神后有了分裂神力，现在已经死了。实力只剩5成，还没了原身。不过好消息是，我可以继续通神。吃饱之后先通神。通神之后，才有机会夺回我的神性晶海。真难吃，跟古族血肉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妈的，我忍了。必须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等我通神之后，一定要夺回我的神性晶骸。
神性值击碎完毕，是否晋级？大水！老大，咋了？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你来坐镇悬浮岛。记住，不管发生多大的事，你都不能离开这里一步。听明白没有？老大，你这是要突破了？是啊。这么快？木鱼者那家伙从终极到半步通神，花了足足几百年。老大你1年多，从超级形态直接就要通神了，这我酸了。别酸了，你现在有古族精肉撑着，过几年也能半步通神，几百年后你也行。几百年后通神也不是没可能。几百年闹心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找地方突破去吧。凉，老大，你来了。大壮呢？大壮，7天前我们一起醒来，都成了高级形态。然后古族精肉不限量了，我们就敞开了吃。他一口气吃了500斤，连吃了3天，他居然吃了7000斤！我的天啊！然后壮壮就直接又睡过去了，说要从高级形态进阶到超级形态。3天，老大，区3天就能再次突破。你说我的壮壮是不是天才？大壮最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没有啊，除了吃的多，其他的都非常正常。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正常的，就是现在的大壮，那个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到了点好笑的事情。除了那方面，还有没有其他不正常的，或者跟你们不一样的方面？大壮非常的怕海水，上次那只巨龟接我们来的时候，他吓得缩在角落里，完全不敢动弹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来到这里之后，我感觉我对海水也有一种莫名的恐怖，这种感觉还在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不怕海水。没事，想不想洗个澡？这不好吧？壮壮只是睡着了，不是死了。想什么呢？正儿八经的洗澡，别想歪。别洗了，我有点怕。没事，就是进去洗个澡，感受一下海洋的温暖。不行，我太怕了，还是别洗了。我们下去看看。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海水，也不会游泳，红英不会溺死吧？有我看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好恶心！你干什么？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这大虫子？杀了他，红英也会死。他们现在是同生共死的连接状态，目前我还没有解决办法。这么离谱，在体外杀了，都会影响到宿主。
我整日与红英待在一起，会不会也被传染了？说不好。我晋升出神已经迫在眉睫，没时间对其他的种族进行观察了。这问题，等我回来之后再做计较。你要走？是啊，找个地方晋级。发生了什么？看来这虫子脱离宿主还会引起失忆。飞烟，你与他解释吧，以后尽量不要靠近海水。还有你，若是有了怕水的苗的，也不用惊慌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等我回来即可。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老大对我做了点什么？若是真发生了点什么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大壮啊！你想得美，老娘都碰不到，还能让你碰？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，女王？你怎么不回应我？你体内有一条10几米的虫子。老大这么猛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是寄生虫，懂不懂寄生虫是什么？就是大壮体内那种能让他进阶飞快的东西。感染了这种寄生虫都会非常害怕海水，以后尽量不要靠近，有危险。那怎么办？成哥会有办法的。死了不知多少年，甲壳还这么硬，这要是活着得有多强？昆族吗？好地方就在这儿了。神性值积蓄完成，是否晋级？是。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神境，请选择进化途径。选择之后将无法更改，并且进化途径以选择为主。6个选项，真正有用的也就1、3、5这3个。凝练真身多一条命，还有分身。哼，第4个，威力大但续航差。第2个大号瞬移，没必要。第6个无限长大当活胆子吗？直接放弃。第3个风险太大。第5个分身只有30%实力，花里胡哨，遇到硬茬还是打不过。只有第1个凝练真身，全方面强化，还附带法天象地大招。选择1，虚空神力凝。好舒服啊！咦，红红，你怎么还守着我？这个，我肚子有一条虫。好啊，你居然趁着我睡觉玩 ABC 系是吧？红英，我知道你放得开，没想到你这么放得开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螳螂。寄生虫！我说我肚子里有寄生虫，寄生虫懂吗？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我夸你个头的！啊，寄生虫啊！你早点说啊，我还以为是你生病了。我的错，只要你消不气，你刀我。你给你小听了，下不去手，你下不去手，你还是咬我吧。我就知道你下不了口。滚！你给我出来！请您骂我几句出气吧。我心灵最是脆弱了，最害怕的就是被骂，那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痛。就你那厚有皮，骂完转头就忘。别闹了，我的寄生虫就是被你感染的。在你沉睡这3个月，女王也有了症状。天打五雷轰，我和女王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想得美！我怀疑我们螳螂族很多都被感染了，有朝一日它可能会钻破我们的肚皮，把我们吃掉。难怪我进步神速，那我这肚皮要是被钻破了，以后怎么干饭啊？我说的是要命，你关心的是干饭。
老大会有办法的。那是，老大最是厉害了，小小寄生虫手到擒来，咱们就吃好喝好，不掉链子即可。行了，我也要沉睡了，扛了10几天，怪难受的。老大，你可一定要有办法呀！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真是快活似神仙。就是这吃嗝长太快，门儿都出不去了。唉，要是能有个雌龟来看我就好了。唉，想我大水英雄一世，现在连洞口都出不去。这破山洞再大一点，我就能出去快活了。可万一弄坏了遗骸，被老大砍成蛇，通神路可就断了。等着，都给老子等着！等我通神出去了，非得冲他们3年不可！老大，你快回来呀！再不回来，你兄弟我就要被虫子钻破肚皮了！到时候连个渣都不剩，你给谁报仇啊？好饿，除了血肉，吃什么都跟嚼蜡一样。可吃了就是催命符啊！升级完成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终于出来了，查看。技能蓝没了，但感觉现在随便动一下，都比以前开大招还猛。这就是通神的力量吗？凝练之后，凝练之后返璞归真了，跟个地阶螳螂似的，正好，低调。既然晋级了，就试试这双连够不够快。以前只能留下一道浅痕。不错，只用了5成力，不愧是通神。之前坚固的要命，现在能轻易斩断，那是不是说也能吃了？获得神性经验加0.4点。能吃，真的能吃！而且还有神性点，哈哈哈哈！一口就0.4，这哪是什么烂骨头，这他妈是经验包啊！我真是天之骄狼！神性经验已满35000点。晋级！虚空出神境中阶。哈！刚出来就能晋级，爽！这鬼地方还是这么热，不过已经伤不到我了。大壮他们应该还能再撑一会儿，死不了。先去死亡之海的另一头看看再说。真是无聊啊！每日吃了睡，睡了吃。要是这样都能通神，那通神聊得无聊成什么样？真不知道木鱼者怎么熬几百年的。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老大呀，这都2年多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大壮，你小子可算是醒了。是啊，终极啦！妈的，我整天跟做梦似的，睁开眼就晋级。哟，终极了！来，让你水哥试试你的实力。试试可以，但你千万不能放水，要命的。
嘿嘿嘿，放心，你水哥有分寸。哼，就这，也就中出的实力而已。我实力是差了点儿，但是我走位骚啊，水哥，如何？别让你水哥用浪头把你拍下来！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咋玩不起呢？开玩笑，妈的，炸我宝贝，没拿水拍你就算好的了。说正事儿，为啥你们不是虚空螳螂？谁知道呢？我还以为我也能成为老大那么拉风的虚空螳螂，没想到，唉。这次什么时候晋级？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只要老大没把我们忘记就行。终极形态，但是不给神性点，刷这个有什么用？资源这么贫乏，有的地方连高级形态都没有。这个世界的实力也就这样了。想刷经验就剩2条路，一是继续找到昆族的聚集地，但这世界太大了，难。另一条路，回悬浮岛吸收古族血肉。等等，我溜达了这大半年，加上晋级3年多了吧？好兄弟，你要挺住啊！如果没挺住，你哥我便是追遍天涯海角也会吃掉寄生虫给你报仇。哪里来的小螳螂？这里是悬浮岛，如果不是做交易的，那就赶紧离开。还不走？莫不是想要成为你鸟爷的口餐？哟，小鸟，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？嗯？哼，这声音不对，什么玩意儿？少给我套近乎！我们悬浮岛只有携带能量核才能进入。你老大。你这么个2米的小不躲波，还想占我便宜，真是不知道死字如何写。你鸟爷！唉，变化太大了，认不出来也正常。通神之后还没用过法天象天，今天就试试效果。行，你是鸟爷是吧？少废话！再不走，鸟爷我一口就把你当条小肥鱼给吃了。你确定能一口吃得下我？笑话，哈哈哈！我的鸟喙都有30米，你个小螳螂才2米高，不夸张的说，我他妈一口能吃你20个。是老大，老大回来了！我靠，这体型也太夸张了，300多米高啊，威武霸气！那500米的大刀，乖乖，一刀下去，咱们这悬浮山都得劈成2半吧？你不是一口能吃我15个吗？来呀，张嘴，我先让你吃一个。老大，您别逗我了，您这体型累死我也吃不下呀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啥时候回来呀？老大回来了！红红，老大回来了，快出来！老大呢？我老大呢？妈的，你们耍我呀！这不是我吗？
你是我老大，怎么这么矮？这小身高，跟我低阶时候差不多吧？我都怕一刀劈碎你。来，劈我一刀试试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了个糟，疼死我了！老大，你怎么这么硬？变小了也变硬了，你这种伪终极形态，站着让你打都破不了方。10来点神性经验，还行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！3年，足足3年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每当我听到大壮和红英玩 ABC 游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煎熬吗？你耽误了我多大的事儿啊！就是你消失的这3年，间接的让我们巨龟族损失了500部。以我大水的能力，最少是5000个子嗣。老大，你玩真的呀？差点把我给压碎了。不好意思，刚通神没几年，力道控制的还不是十分精准。好家伙，真要命！老大，别闹了，说正事。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救我们3个的办法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救我们3个的办法了？没有。啊？没有？那岂不是要看着我们死？亲大哥！完了，我听你教过一个词儿，这下彻底8笔扣了。我还没娶够媳妇儿呢。没事儿，不就是寄生虫吗？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会给你们报仇的。我们都嘎了，报完仇也活不过来呀！老大，你即将要失去一个你最好的兄弟了。不用那么悲伤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咱们坚决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是要与寄生虫斗到底，不就是反噬吗？让他吃，让他使劲吃，等到我替你们报仇嘎他的时候，经验也就经验也就越多。我把你当大哥，你却要刷掉我？那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办法总会有的。我听过一句话：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算了，能临死前为老大你做点贡献，也算是报答你了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木鱼者在突破到通神的时候，获得了一种保命的神力。你们既然已经是半步通神，那么有没有选择神力的机会？当然有了，不过那种感觉很朦胧，具体是什么不知道，估计要等到进阶的时候才能触碰到。如果你们的神力之中有保命能力的话，那么就必须选择保命能力，那样我还有机会救你们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只能说你们运气不太好，能不能活命就交给运气了。这种事情即便拖得再久，也终会有拖不下去的一天。最后晋级这次尽量多吃点，不要委屈了自己。这就是通神吗？以这个世界匮乏的资源，想更进一步难如登天，除非能重新抢回古族遗骨。可是那只大螳螂，若不是上次跑得快，我早就被它吃了。我现在通神了，以他那个进步速度，大概率也在通神。如果对方正在进行中，就是我夺回古族遗骨的最好机会。如果对方已经完成了通神，大不了我夹着屁股跑就完了。无论如何，要尽快确定他的状态。我的东西不能白白便宜了那群异族。整个山洞里居然只有一只2米的小螳螂，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
天助我也！正愁神性点长得慢，真是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这只小螳螂怎么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？找死！找死！我说什么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是复读机呀！有好戏看了，通神对通神，这不得打个天昏地暗？我得找个好位置，好好欣赏。1只2米的小螳螂，我站着不动让你啃，都够你啃1年了。你。真不错，还得是通神级的，1只就顶我吃100天能量。不是，老大，这就秒杀了！同样是通神，那家伙连反抗一下都做不到，2口就没了。大水，进来啊！老大威武霸气，老大闪闪放光芒。行了行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那个9星连中，你刚才出去看到星空了吗？看了，那9颗星星，还差一点点就排齐了。还差一点点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大概还需要2年左右吧。2年，知道了。看来1年多以后，我就得提前找地方躲一躲了。老大，救我！道爷，我成了，终于可以传音讲话了！今日道爷我逆袭成果，这便是我的宿主，好受啊！不过你成全了道爷我，那我就给你个面子，吃了你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天赋吧！老大，你还不出脸！当然要出脸。谁
别想阻止道爷吃掉宿主，阻挡道爷，那就先吃掉你！不恶心，我就喜欢吃这东西。不但爽滑可口，更是大补之物，能让实力突飞猛涨，好东西呀！好东西！我现在严重怀疑，你是不是故意让寄生虫在我们体内做大，等它一出来，你好直接吃掉长实力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讲！我靠养活酸汤，你别乱讲，我不是那种螳螂！听着，如果强行把寄生虫从你们身体里弄出来，你们一样会死。只有通神之后，才有一点点机会活下来，懂吗？命是捡回来了，可实力直接跌到了中初，还是谁都打不过的那种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等呗，等他们的寄生虫破体而出。至于他们的运气好不好，能不能领悟重生神力，谁知道呢？去吧，新生。月有阴晴圆缺，脑有旦夕祸福。或许我之前强制剥离寄生虫，他可能还有机会。老大，你不用说了，寄生虫的事情与你无关，强制剥离的下场不会比这更强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和女王一点存活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再次救了我。从离开崇明草原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已经想到了有今天。我难过的只是，在红英危难之时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虚空之主，这些螳螂族带来了。
虚空之主感念同族情分，特意给你们一个机会。看到那些了吗？古族能量结晶，只要你们点头，就能天天吃，吃到饱。我们愿意，我们当然愿意。先别急，给你们这么大的好处，不是白给的。你们可能会因为吸收太多能量而死，因为你们体内可能有寄生魔，一旦吸饱，他们就会醒过来，平滑地撑开你们的肚子。路你们自己选，是不吃饿着，还是饱餐一顿赌上性命？不想吃的，火鸟会送你们回去。我们留下，再过几年我们也是饿死。现在有能量吃，就算是死也得当个饱死鬼。对，死就死，我受够挨饿的日子啦，哈哈，不枉此生啦。美味，太美味了，死也值啦，爽，真他妈的爽！有意思。你看那四只，肚子毫无动静。什么意思，老大？可能因为长期挨饿，它们肚子里的寄生魔已经先一步饿死了。啊，还能这样杀？唉，这就是九星连珠，等半天了，不是说有天神开天门吗？这天都快亮了，屁都没有一个。我哪知道，传说嘛，假的也很正常。远古巨神真的是远古巨神，那座高山，那座山就是开启的天门，不是传说，是真的，全都真的。我们巨龟族流传了万年的传说，竟然是真的。天门，那可是成佛之路啊！我靠，太玄幻了吧！那么大的手，那一巴掌要是用点力，不得把这星球都给砸开？喂，要去看看吗？你们去吧，我脱不开身，这里还需要我。你干什么？给我下去！我这辈子都没想过，自己居然会被一只螳螂给骑了，奇耻大辱！哎呀，美丽的鸡姐，嘿嘿，我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实力，这不是怕拖你后腿，最重要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心地肯定也一样善良，不会连这点小忙都不帮我吧？哼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！美丽的鸡姐，往那只小蜥蜴的方向靠一靠，咱们过去问一问。小蜥蜴爬了多久了？你管老子爬！回禀大佬，这天神山我已经整整爬了1天时间了，太累了，这都还没爬到头。天神山，我看着高云处正在攀爬的种族属实不少，是不是所有陆地和海洋族群都赶过来了？差不多吧，毕竟是天门的成神之路啊。
我来的路上那真是密密麻麻全是虫子，那个场面太壮观了，好多实力弱和运气不好的都掉下去了，那个惨啊！知道了，你慢慢爬。差点没累死姐姐，下山的时候你可得驮着我下去。别看它是透明的，我刚才扔了个石头进去，根本就没从另一边掉出来。真的假的？不就是一层水吗？我看直接冲过去就行了。废话，你冲一个试试。刚才有人丢了几粒石子，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。刚才不是你说要冲过去吗？来，开始你的表演。算了吧，万一……不是，谁推我呀？别闹，别闹！大哥们，求求你们不要再推我了，我慌的一批。我刚才只是在吹牛。还以为这天神山上有什么呢，原来是个传送阵。传送阵是什么？做什么用的？传送阵嘛，作用只有一个，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。这可是远古巨神亲自开辟的传送阵，肯定是有独特用处的。按照我猜测，这个传送阵的另一侧一定是一个资源丰富、鸟语花香、遍地都是机会而且美丽非常的好地方。这是来自远古巨神的恩赐啊！不能吧？万一这个传送阵传送到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呢？危险？一个远古巨神费这么大劲儿开辟一个传送阵，就是为了将一些微小的虫子送进危险的地方。他一巴掌就能把这大陆拍进海里，想让你们死，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你们自己认为可能吗？所以说，另一侧肯定是一个极好的地方。要不是我还有事情没处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钻进去了。神族后裔，这些是神族后弟，他们与我族传说描述的一样，哈哈哈！这么弱小的神族后裔可以轻松吃掉，那里果真是个变强的好地方。神族后裔，那就是传说中的神族后裔，跟我们祖辈描述的一模一样。你看他们，没爪子，没尖牙，连个毒刺都没有，太弱了。简直太弱了，任何一只刺尖的虫子都能收割它们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可以无限畅饮、无限吃的狩猎场。吃掉它们，我们就能获得巨量的能量，就能进化！进化！终极形态！太好了，那里简直就是天堂！我要第一个去，我要吃掉神族后裔，我要成为终极形态！大壮，你还愣着干嘛？那里的神族后裔那么弱，简直就是捕猎圣地！快，咱们也进去，去晚了汤都喝不着了。别急，还等什么呀？再等肉都被抢光了。这种传送阵都是单向的，一旦进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回不来就回不来呗，那里那么多资源，那么多好吃的神族后裔，比古族血肉都香。那个世界远非你看到的那么简单。你别看他们体型小，但他们有脑子，能用各种奇怪的武器。咱们还是先仔细观察一番再说。走吧。那么好的地方，咱们真的不去吗？好，那是你没挨过人族的毒打。相信我，就咱俩这点斤量，真过去了，绝对会被他们玩的渣都不剩。人族？那些神族后裔叫人族？哼，对。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等老大回来，让他带着咱们继续潇洒才是正道。妈的！你之前还说要背我回去，现在又成我背着你了。你长得这么美，应该不会跟我计较这点小事儿吧？哼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躲了5个月。
就算九星连珠真搞出什么流厉害元色，现在也该走了吧？小蛇蛇，别怕，我问你点事情。妈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，原来只是一只小螳螂。要不是老子急着前往天神山，分分钟把你吞下去。赶紧滚开！吞我？行啊。喂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妈呀，大佬，大您想知道什么，只管问就行了。能不能收了神通？我天生胆寒，经不得下。你刚才说你前往天神山，那是个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天神山就是之前九星连星远古巨神降临长出来的那座巨山。传言中，那天神山上有天门水幕。继续说。是，那天门水幕据说是一个叫什么来着？传送阵。对，传送阵。这个传送阵可以将咱们传送到一个神奇的世界。那个世界里满是战斗力低弱的神族后裔，吃了它们可以快速的增长实力。神族后裔，详细说说这个神族后裔。我这也是听说来的，具体的真的不知道，这些全都是传言。我这不是正要赶过去看看吗？那行，你走吧。多谢螳螂爷爷不杀之恩。老子要去那个世界吃香喝辣！小螳螂，你在这里看了一天了，可看明白了点什么？你不想过去？谨慎一些，总归是……哼，唧唧歪歪。那世界那么好，我这种终极大佬去了，岂不是可以横行无忌？多吃几只什么神族后裔，我就能达到通神！哈哈哈，真是想想都觉得美。真受不了了，真想现在就去那什么天神山，要不然你们一起看守着悬浮岛，我先去天神山给你们开疆拓土，等到你们前往了那个世界之后，你们直接就有了落脚地。你怎么上去？万米高山而已，周围又没有大江大河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你块头600米，没翅膀，怎么上去？完了，我这巨大的块头现在反倒成了累赘，通神的希望彻底没了。你们去吧，我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吃古族精魅，看着你们潇洒了。要不咱们先去，按水哥说的，给大伙开疆拓土去。就凭你们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那个世界的神族后裔毫无战斗力吧？不是吗？飞地火鸡不是说了，那群家伙体型那么小，我一口都能吃3个。你还吃3个？我告诉你，那神族后裔名字叫人族，只要带着武器，就能把你瞬杀了，信不信？肯定不信啊！武器我也有，我会喷火。什么人族，我屁股一撅，连渣都给他烧焦。你那100米的火把子，老大说过，人族的武器远在万里之外都能精准命中。嘿嘿嘿，大壮啊，你别吓我，我大头可是虫族里最聪明的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去了那个世界还不得风生水起？没准明年老大的位置就得给我。你聪明，人族的阴险狡猾超出你的想象。老大够阴险吧？那里的人族个个都跟老大似的。你咋知道的这么多？我告诉他的。老大回来了！老大！
大壮，你为什么那么确定另一边就是人族的世界？死一般确定了，可以完全干出主宰。如此看来，那就是人族的世界。以我对人族的猜测，他们的强大将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。怎么样？现在信了吧？老大都这个态度，那之前过去的那些同胞岂不是都凉了？不一定，凡事都有变数。老大呀，人族那么强，那咱们还过去吗？其实每天有古族精髓吃也挺好的，要不就算了。过去，当然要过去。太危险了，我们吞天鼠种族是没战斗力，去了不就是送死吗？老大，我们不去了吧？就想留在这儿。当然可以，我一向很民主，每个种族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你们想留在悬浮岛上安安全全的吃古族血肉，当然可以。不是我的亲哥呀！我之所以不想去，就是想留在这里吃古族精粹呀！您怎么一口就给吞了？那我还吃个毛线呀！您这招也太狠了吧！小老鼠不去，蛮可惜的。就在那刚才短短的一瞬间，我忽然想清楚了，只有跟着老大才有肉吃，是我目光短浅了，鼠目寸光嘛。老大，我错了。行吧，看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，允许你跟着去。还有谁不去？现在可以直接表态了。天神山我早就想上去了，只要老大能带我上去，我誓死跟随。我是老大最忠实的追随者，别说什么吃香喝辣，就算是天天啃草，我也不离不弃。梁城去哪里，我便去哪里。没有谁可以阻拦我跟随老大的脚步。谁不去谁傻子！对，我们誓死跟随老大。梁某从来都是很民主的，绝对不会勉强你们任何事情。不勉强吧？不勉强，我们纯自愿。早就想要前往那个世界了，老大太讲究了，还给我们自主选择的权利，感动。那好，3日之后出发，这几天你们都准备一下。对了，提醒你们一下，咱们过去可是准备干大事的，不能给我拖家带口。看我干什么？我都得需要老大带上去，他要是不同意带雌龟，我又能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只有3天时间，我得抓紧时间传宗接代了。花花、美亚、汤娇、玉玉、西子，快些出来！你们水哥来啦！老大您来了。我们打算3日之后离开悬浮岛，你们几个是否也跟过去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呢？我看着古族精髓非常充裕呀，咱们待在悬浮岛慢慢进化不是更好吗？我是在让你们选择，不是让你们询问。古族遗骨已经被我吃掉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供给，你们只能选择去还是不去。如果不去的话，我会让飞地火鸡将你们送回中心岛。我们跟随您前往，我们也去，愿意跟随老大。还好没来晚。出发！
老大，这还得靠你了。知道什么是速度和激情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什么是奸情。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太快了！我好像在刚刚那一瞬间看见我太奶了。快点进去！那边来了2个终极大佬，再慢就来不及了。我来打头阵，你们跟上。马哟！